大家好，我是镜子姐。今年4月底，我们全家终于又一次一起回国探亲了。上一次我们全家整整齐齐的回国，还是在2018年的夏天。一晃8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而家里的老人也已经都80、90岁了。这中间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庆幸，相信和我一样的海外华人朋友们一定都能感同身受。因为这次行程匆忙，又是一家老小出行，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做视频，所以一路上也没有刻意去拍什么镜头。但是回来以后，我越想越觉得，我们这趟经历的各种经验，甚至差点没钱吃饭的教训，还有那个能一直耗到年底，全家省上上千块的赏飞澳门免费福利，对大家实在太有参考价值了。所以今天我必须坐下来和大家念叨念叨。自从疫情之后，多伦多直飞国内的航班和票价一直都不太理想。刚好这次孩子们提出想去澳门看看，我们一合计，得了，这次咱们就落地香港吧，不像以前去走的是北京和上海。说来也是巧，2月份的一天晚上，我睡前刷微信群，突然看到有一个朋友发消息说，当天美联航经旧金山飞香港的机票大促销，往返只要845加元。我一激灵，觉也不睡了，爬起来赶紧下单。全家4口人总共才花了3380加币。不过第2天一早醒来，冷静了一下，又觉得乘坐早班飞机实在太辛苦，半夜4点多就要爬起来，实在折腾不起。于是我又仔细的斟酌了一下，每人多花了200多加币，改成了下午出发的航班。最后的票价是不到1100加元，在旧金山中转3小时。这个价格直到现在依然是非常便宜的。令人高兴的是，加航多伦多直飞上海终于在这个月复航了。顺便夸一下美联航，他们24小时之内免费取消和改票，包括选座位，全部可以在网上自己搞定，非常丝滑。我对风评不太好的美联航瞬间就有了极好的印象。虽然出发当天多伦多机场起飞晚点了1个多小时，但好在旧金山中转不用提行李，机长在空中也一路狂飙赶时间。最后我们在27号的清晨5点半顺利到达了香港机场。大家知道吗？我们上一次来香港还是28年前，当时是为了移民面试来的。这次出发前，我们兜里还揣着几百块28年前剩下的老港币，准备带去花呢。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直接去澳门，之前我做足了功课，所以下了飞机，大家一定听我的，千万不要跟着大部队去排队过香港海关，也千万不要去拿行李，要顺着往内地澳门快船客车的蓝色指示牌一路走，直接前往112转机区的直通大巴柜台，在这里呢直接买大巴票，正常票价是每人280港币。但这里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核心大福利了。澳门政府今年推出了一个赏飞澳门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年底。只要你是当天落地香港的飞机，并且持有外国护照，注意内地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不适用，你买这张去澳门大巴票就是完全免费的。到了疫区柜台，先看到的是渡轮柜台，再接着往里走就能看到大巴柜台了。我们向工作人员出示了护照，还有刚刚坐飞机的登机牌，还有我们的行李票。对方核查无误后，就打印了另一份行李票以及免费车票交给我们，还贴心的提醒我们把乘车注意事项用手机拍了下来。至于我们托运的那几件大行李，大家完全不用操心，服务人员会拿着我们原本的行李票去后台提取，直接送到我们登车的地方。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全靠人工去帮你转运节流行李，所以香港机场官方要求你的飞机落地时间距离大巴出发时间必须要留出足够的间隔。最后帮大家澄清一个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误区，这趟从香港机场直接去澳门的直通大巴，不管你坐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到香港，只要你手里有行李票，通通都能闭眼坐，
大巴公司绝对能帮你把行李从机场后台稳稳地捞过去。说起在澳门的行程，必须要先夸一夸当地的一个超大福利，那就是遍地跑的酒店 shuttle bus，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发财车。在澳门的3天里，我们1分钱的交通费都没花，因为我们住的是赌场酒店，这些大巴班次非常多，几乎覆盖了所有游客常去的景点。更棒的是，不管你是不是这家酒店的住客，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乘坐。在澳门关口坐着免费大巴到了酒店，把行李寄存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去了老城区。可接下来的经历却让我们全家差点流落街头，没钱吃饭了。出发之前我特意查过，听说港澳这边除了信用卡，普遍都能接受微信、支付宝，人民币和港币现金也是通用的。我和老公的手机钱包之前在国内都用过，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包里还揣着28年前来香港面试剩下的快1000块钱的港币，再加一些人民币。当时我自以为万无一失，觉得这准备简直绝了。其实在香港机场落地后，我们在里面的饭馆点餐时，微信、支付宝就已经刷不过去了。但当时用信用卡付了钱，觉得可能是机场网络不好，也没当回事儿。到了澳门，在街头小店买水，手机还是不工作，当时我就递过去1张港币，店主二话没说也就收了。这也让我产生了一种现金在手，江山我有的错觉。直到中午，真正的尴尬来了。我们在老街找了一家非常地道的本地餐馆吃饭，买单的时候，店家说不收信用卡。接着我就掏出手机试微信、支付宝，毫无悬念，还是无法支付。没办法，我就只能从包里掏出那一叠老港币和人民币。大家知道，在澳门通常是1比1比1，也就是1港币等于1澳门币等于1人民币。饭馆老板听我多嘴说了一句这是老板港币，然后又看到了我手里的人民币，就说老板港币在澳门根本不收，只能去香港的银行才能换。当时我看着老板那眼神，心里直犯嘀咕，到底是真的因为我这港币是股东，人家不敢收呢，还是看中了我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故意想赚我的汇率差价？但也没办法，只能破财消灾吧，把身上仅有的几百人民币给了他。付完这顿饭钱，我们手里能用的现金瞬间所剩无几，彻底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窘境。不过呢，出发前我特意申请了一张加拿大的旅游神卡 Wealthsimple 的借记卡，于是我赶紧到大街上找 ATM。 一开始在街边的一个小银行的 ATM 试了一下，屏幕直接弹出交易失败，那一瞬间我的心都凉了半截儿。但我不信邪，又赶紧拉着家人走到一家规模很大的银行 ATM 前，深呼吸，插卡，输密码，按确定，接着机器里就传来了哗哗吐钞票的声音。大家能想象吗？那一刻，那声音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最绝的是，不仅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回来一查卡里的账单，完全没有1分钱跨国提现手续费，也没有那种传统银行2.5%的外汇转换费，直接就是按当天最划算的实时汇率扣款。在这里，我强烈建议各位海外华人朋友，出门旅游在包里一定备一张这样的免外汇手续费的借记卡，关键时刻能当保命底牌。拿到现金以后，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国内用的好好的微信的和支付宝，到了港澳就直接罢工了呢？为此呢，我特意仔细请教了 AI Gemini， 这才知道原来我们掉进了海外华人的一个超级大坑里。Gemini 告诉我，中国大陆的微信和支付宝实行的是严格的持牌合规管理，像我们这样通过海外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实名认证的钱包，功能仅限于在中国大陆境内使用，一旦到了香港和澳门，系统走的是跨境支付网络。为了防止洗钱和合规限制，只有绑定了中国大陆2代身份证实名认证的账号，才能被允许在港澳进行跨境消费。另外，港澳本地虽然有独立的钱包，比如说阿里配，但那必须绑定当地的手机号和银行卡，我们根本用不了。总而言之，大家记住了，
像我们这样的海外华人，在香港和澳门，除了高档商场能刷信用卡，在街头巷尾的小店，现金才是唯一的硬通货。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全是我们含泪总结出来的血泪经验，真心希望对打算回国旅行的朋友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别忘了在屏幕下方帮我点个赞，再点一个订阅支持我一下。下一期我会找时间把我们回程时如何从国内回到香港机场最便捷最丝滑，以及如何拿回200块港币现金退税的过程讲给大家听。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